单台服务器接力，任务会断吗？每次调用都带上材料，业务进度能按编号找回，就不会。给 AI 提供工具和数据的服务叫 MCP Server，调用它的 AI 应用叫客户端。MCP 全称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， 中文叫模型上下文协议。工具调用落到 A， 用户确认落到 B， 真正执行落到 C，A 随后重启，任务也没断。这里的状态就是后一步还要用的前情。客户端这次交来的材料就叫请求，版本和客户端能力随请求走，业务状态按编号查找，中途追问改成客户端重发请求。先把状态说成人话，你去办一项3步审批，第一位柜员把材料放在自己桌上，下次你还得找他，换个人对方就不知道你办到哪一步了。这就是有状态，后一步依赖某个位置留下的记忆。另一种办事方式完全不同，每次你都带着申请单和业务编号，上面还写着当前步骤，任何柜员拿到材料都知道接下来做什么，完整记录仍然在后台系统里，只是流程不再靠某个柜员的记忆维持，这就是无状态。所以判断无状态，别问系统有没有数据库，也别问连接能不能保持很久，只问一件事：服务器能不能独立处理当前请求。如果它必须先想起你刚来过，这就还在依赖隐式状态。旧版 MCP 为什么会被绘画拴住？2025年11月25日版规范要求，工作前先握手，客户端先发 initialize， 再发 notifications while initialized， 双方借此交换版本、能力和实现信息。MCP 的 HTTP 传输支持流式返回，这种传输叫 streamable HTTP。服务器还能发绘画编号 VP Session ID， 像酒店房卡，先登记，后续服务围绕这次入住。麻烦出现在服务器开始扩容以后，如果绘画只在 A 的内存里，下一次请求就不能随手交给 B。团队通常有2种办法，要么做粘性路由，让同一绘画一直回到 A； 另一个办法是建共享存储，让 A、B、C 去找同一份绘画。粘性路由会限制调度和故障切换，共享存储又会带来性能、可用性和安全问题。但绘画编号本来就是可选的，旧规范没有强制绑定单机。真正的成本在于实现依赖协议级绘画，后续请求就得找回前情。2026年7月28日版规范重新划分了状态责任，可以继承3次搬家。第一次握手信息搬进每次请求，第2次画请求状态搬进服务器签发的状态编号 handle， 第3次中途追问搬进新一轮请求。第一次搬家删掉了 initialize notifications /initialized 和协议级绘画编号握手谈好的信息，改由每次请求声明。版本和客户端能力放进请求体的附加信息区 meta， 客户端信息也建议随请求带上。服务器还能提前亮出能力 server discover 就是能力清单，但客户端不一定非得先调用它。请求头就是随请求附带的说明版本，头叫 MCP Proto Version， 方法头叫 MacP Method， 工具或资源名放进 MacName。网关是请求入口和转发层，能直接读取这些标签。这里最容易讲错，不是所有信息都塞进 HTTP 请求头。客户端能力主要在请求体的 meta。OAuth 管授权 ，Token 是访问凭证，他们另走认证授权。前面的 MCP 头只管版本和分发。第2次搬家是让业务状态可以被找到，无状态协议当然允许业务有状态。审批、订单、合成任务仍要保存，可以放进数据库 Redis 或任务系统，但不能只藏在某条连接里，也不能只藏在某台进程的内存里。客户端下次要带上业务 ID 或任务 ID， 还可以带服务器签发的状态编号 handle。健康实例拿到编号就能查到同一笔业务。网站一直这么做 ，HTTP 不记购物车，浏览器带上 cookie 或 token， 后台再去找。协议保持无状态，购物车照样连续。请求带的是钥匙，不用把整座仓库搬过来。第3次搬家处理的是中途确认，工具执行到一半，突然需要用户点头。旧模型可以保持一条双向通道，服务器发现信息不够，就主动回头问客户端。新规范改用 MRTR， 也就是多轮往返请求，客户端先发起工具调用，信息不够时，服务器返回 input required， 它放在 result type 字段里，客户端去收集用户确认，答案写进 input responses， 然后重新发起原来的请求。服务器独立处理这次重试，再返回最终结果。服务器还能签发 request state， 它是不透明状态标记，客户端只负责原样带回。服务器要检查它有没有被篡改，还要检查是否过期，旧标记被再次使用就叫重放。MRTR 没有删掉多步交互，它只改了谁来发起下一轮，每一轮都由客户端发请求，客户端拿齐材料再请求一次。服务器不靠上一轮留在连接里的隐式记忆，连接依然可以长时间保持。有无状态看的是处理依据，不是连接时长。JSON RPC 就是用 JSON 写方法和参数。工具调用名是 tools_call。一次请求要让服务器看懂4件事，第一件是版本和客户端能力，第2件是工具名和参数，它说明这次要做什么，第3件是权限 OAuth token， 用来查权限，第4件是状态编号，它用来找回前情。这4件事仍然沿着3次搬家来理解，版本和能力属于第1次搬家，状态编号属于第2次搬家，工具参数和权限是每次请求都要带齐的执行条件，需要追问时才进入第3次搬家。客户端会自报名称和版本，字段叫 client info， 它像名片，用于展示、日志和调试。它不是身份证，服务器不能拿它做安全判断。请求自包含不是把聊天记录全塞进去，也不用把数据库搬过来，自包含的是处理依据。
服务器只看这次请求就知道版本和操作，也知道状态标识，大块数据仍然放在外部系统里。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实例可以替换，同一个客户端的2次请求可以落到不同实例。某台机器重启，下一次请求就交给另一台，流量上涨时加实例，下降时再缩回去。它可以跑在容器或边缘节点里，还支持按需启动，也就是 serverless， 标准网关也更容易接入。无状态化不会自动带来安全和可靠。过去绘画顺手记住的东西，现在都要显示设计。业务状态存在哪里 ？Handle 怎么生成、过期和撤销？谁来负责审计？旧客户端和新服务器怎么兼容？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消失。删除订单的调用遇到网络中断，同事时系统不能删2遍。同一请求重复执行，可观察效果应当相同，这叫密等性。状态回传也不能只靠信任，我 JSON 回执可能被改，比如把驳回改成通过。服务器要校验完整性、身份和有效期，还要核对原始请求。高风险操作要明确确认。评审 MCP Server 可以直接问3个问题：第一，任意请求能否落到任意健康实例；第二，跨请求状态有没有明确编号；第三，重复请求和状态回传安全吗？这3问对应3类风险：机器绑死、前情丢失、状态被重用或篡改。换句话说，这3问也在回看3次搬家。第一问检查请求是否真能自包含；第二问检查状态能不能按编号找回；第三问检查重发和状态回传能不能安全成立。MCP 无状态化只认一条规则，协议不再替应用，偷偷记住前情。要延续的东西，要么随请求声明，要么按编号查找。用这3问检查你的 MCP Server。过去是某台机器记得我，现在任何机器都看得懂材料，随时接手，这就是可替换性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